虽然关键时刻，日本即将诞生了一位准女首相，叫做高市早苗。其实很多的传言已经都出了来，包括她在日股部分听到高市早苗的时候，日股马上冲了起来，甚至远在另外一头的美国川普马上发文去称赞她，还说她极具智慧。而在大家一声叫好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国家瑟瑟发抖，这个国家叫做中国。为什么他们担心高市早苗一上来之后就会往右派来倾斜？他甚至帮他取一个绰号，叫做“反华魔真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大家吓到的是多可怕的事情！没有想到，你看到哦，除了反华魔真人之外，现在连官媒都说话了。官媒说什么？对于高市早苗的动向要保持警惕，必要时坚决斗争，维护我国的主权跟安全利益。除了官媒之外，在10月4号，高市早苗4个字竟然在搜寻上面激增了4000%，这代表全国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中国这么关注、这么怕呢？因为高市早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把日本的军队原本叫自卫队，要改成什么叫国防军。这句话在中国的眼中，在中国的想法里面，你难道要回到你军国主义的样子吗？所以宇轩，这也很难怪。当今天听到军国主义，中国吓死了，竟然用一个形容词“反华魔真人”。这对中国来讲哦，还能有更坏的人选吗？为什么？你先想想看，第一个，这个呢高市早苗，首先他是知美派哦，过去曾经在美国待过经历，再来他又希望呢把日本的自卫队呢全面恢复成所谓的国防军，而且就连川普的推文怎么写的？他说 Japan has just elected the first female prime minister, a highly respected person of great wisdom and strength， 又聪明。又强壮，又有智慧，而且呢 ，congratulation， 敢恭喜！然后川普非常兴奋，所以中国绝对不兴奋。但你想想看，而且还有更可怕的，过去他竟然是什么？一个起重机，而且玩重金属摇滚乐。你想看他起重机的，对，还玩重金属摇滚乐，什么 X Japan， 对不对？都中国都很害怕说，你是不是会对我比撒旦呢？习近平 out， 习近平 out， 哦，太可怕了。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人选绝对不是他们所乐见的嘛。所以你仔细看看，当早苗这个很有可能成为他们准首相出来的时候呢，中国怎么形容？对于高市早苗的这种歹，要保持警惕，必要时坚决斗争。人家还没有当首相环球时报官媒哦，还没有当首相就要跟人家斗争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利益，对不对？马上对早苗的噼里啪啦开始在分析，开始在骂他说完蛋了这下。你知道吗？因为中国对这个人选其实很陌生，也不知道说他以前是为什么要起重机，为什么他以前玩重金属。所以你看砰，瞬间呢为什么4000倍？大家开始了解跟恶补功课，说哇，到底这个高市早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很怪哦。9月6号哦，到9月30都平平的，到10月4号，你看这一根绿色的，整个都喷起来了。对，就我讲，日本说什么啊？太赞了，高市的大炮起作用啦，什么意思啊？哈哈，你中国怕了吧？对不对？至少我们现在弄这一咖出来，惊哦，所以帮他取一个绰号叫做反华魔真人。什么叫反华魔真人？反华就是我们讲他的立场。那魔真人这是我们讲日本在形容就是说这种人入魔，走火入魔，就是说反中，他每天是反中走火入魔。他起床闹钟，你知道什么声音吗？反中就这个反中连闹钟都叫反中，所以你知道多可怕。所以你知道胡锡进就讲说，高市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是恶劣，太恶劣了。为什么？他挺台湾看到这个我就很开心越恶越好。今年呢，曾建议日本与台湾建立准安全联盟。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最反对的日本政客的各种表现，高市几乎全占了，占全了。所以你知道吗？我刚才不是在夸张演绎中国人真的这样想，几万恶的一生。那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下早苗。来，你看这张照片在他年轻的时候骑一个重机坦白讲年轻的时候我们讲是高知识学历分子，根本是人生胜利组 ，OK？ 然后呢，长得又漂亮，然后学历又好呢，资质又好，然后问题是还骑重机，而且呢，他最喜欢就是摇滚乐。但是你要回推为什么中国害怕他？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是一个空降人选，他是苦干实干。他小时候家里其实家规很严，然后家里经济环境也很不好，所以为了要上大学，其实他考上很好的大学，他考上呢我们讲庆应跟早稻田，理论上他可以去读嘛。但他说不行，因为学费太贵了，所以我为了我家里呢，我只能干嘛呢？我去我们的读我们讲的比较便宜的学校，只有读神户大学，离我家比较近。所以你知道吗？他每天通勤6个小时，通勤6个小时，你想想看一个人可以读书通勤6个小时，通勤4年他有什么样的毅力？他有什么样的坚定？而且最后他不是随便读一读而已松下正金属，代表说他是优秀的人，直接被选中。选中之后干嘛呢？来，中国人最讨厌的其中一点来了，去到美国担任研究员。对，所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它跟美国的关系哦，你很难去想象，因为你想想看呢，松下重金属今天送到美国去，包括担任研究员，代表说那是重点栽培项目，而它跟美国之间的连结，从川普的反应你也看到一件事情，或许他跟美国所谓的资美派、亲美派是非常的好，后来最后加入自民党，当然他现在知道，他背后是因为麻生太郎。但是因为其中他说啊，因为以前觉得太危险了，然后现在就别起了。但他现在要玩更危险的游戏，为什么？跟中国跳舞。你想想看哦，现在这个高市早苗出来之后，它代表日本掀起一股风。对，这股风来叫什么？反中。就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反中。所以日本现在的右派完全都崛起了。对，这个叫做保皇派、军国派。你看啊，这是9月29号哦，我们不是早之前的哦，反中共。中国断交、反中共、中国断交，全部都是这种反共游行。而且你知道吗？这人这么多，对，而且它标语很可怕哦，来一人一杀，这是什么意思？他跟你玩神风特工，跟你以命搏命。你们看到那个车上，对，直接写着一人一杀，就这样写。他的标语直接写一人一杀，一个人要杀一个人。对，这是我们讲最激进的那种军国主义的那种感觉吗？就是啊，所以不然他怎么跟你讲说我要把自卫队变成是国防区？然后你看，还有说我要开启世界大战上等，非常狂，意思就是说中国被整来整。啊，还讲说，因为中国跟俄罗斯的战机哦，常常也是这样嘛，我们讲是绕台嘛，但日本也会侵犯嘛。他这边就写一个标语，领空侵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这些战机在侵犯到我们的领空哈，包括中国的，包括俄罗斯的战机呢，全部把它击毁，都把它打下来。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氛围下，整个日本哦，民族主义以及呢保皇主义呢，完全向右派倾斜靠拢，完全崛起。而且过去早苗哦，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比如说那时候曾经在2023年的时候。北韩是不是发射所谓的弹道飞弹？对，那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讨论呢，所谓的我们讲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要把日本自卫队呢不断的在提供、在升级。所以后来他们现在最近呢开始真的动作频频。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个叫做马毛岛。那时候马毛岛是什么呢？因为马毛岛的设置在于说，原本他们的海外基地，比如说我们以硫磺岛为例哈，离台湾的位置呢，离中国的位置呢，距离都太远，它是相对性的。所以马毛岛这边呢，原本呢是我们讲寸草不生哦，只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原生生物。但他为了说我们要把这个战备给搞定。所以跟延国岛基地的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相对应的配合，开始大规模，美国就开始进驻哦，动工。来，你知道2年而已哦，你知道他们完成什么吗？2公里的跑道，2000公尺已经给它盖完了。你说它原本这里根本什么都没有，结果你现在看到。它跑道盖完了，对，原本还有一些原生动植物，不到2年盖完了，然后把里面的动物全部都赶走，都迁徙了。对啊，我跟你讲，然后团什么生态保育的抗议都没有用哦，我就是要弄，而且你知道吗？连除油槽、战备除油槽，它都已经完成了，都盖好了，都是这里。对，所以包括它相关的整个跑道、整个栈道，你看哦，这就是它整个马毛岛。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跟什么很像？你仔细再看一眼，你可以再看一眼航空母舰。哦，他直接把这个马毛岛当作是永远不成的日本的我们讲的东方帝国的航空母舰，就这样把它盖在这边嘛。那未来它标准的对象是谁？就中国啊，甚至是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刚才看这个油槽，它是10层楼高哦，它非常大哦。对，而且现在日也在盖工，夜也在盖工哦。等于说一旦完工之后，它可以取代硫磺岛的位置，变成是更近的跳台，跟延国基地呢做相对应的练习跟合作。而且你知道吗？因为现在马毛岛还没盖完嘛，他们在哪里训练？就在延国基地，对，那在训练什么吗？还真的跟航空母舰有关。他在训练一个东西哦，叫做触地复飞。你知道什么叫触地复飞吗？这是航空母舰专业的术语。来，你有没有看到？来，这个战机是不是摸到地板上了？对。然后你想说，你又不是大雨，山过家门而不入，怎么碰到地板就弹起来？来，这就是在训练说，未来如果是在航空母舰或者是在马毛岛的状况之下，它必须要紧急的，我们讲的在短程的跑道里面的降落。那起飞等于说，它不断的在练习这个过程，不断的在练习这个过程。所以日本跟美国他们不断的在延国基地这边进行什么岸基起降？其中你刚刚提到一个最关键。就是触地复飞，他们在演练一个东西，除了就是美国可以利用日本的不管是街道等等，它都可以马上的使用。对，因为为什么讲街道呢？你知道我讲了一个重点哦。如果是航空母舰的战机起降，你要是仔细注意到，第一个它跑道很窄，它必须要非常精准；再来呢，它的我们讲的长程非常短，等于就是说呢，它能够刹车或者是能够停泊的这个时间点呢，非常的短暂，必须要非常迅速，所以这个东西需要特殊的训练，跟一般正常长跑道不一样。对，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个，你看哦，这是他们的新闻，日本的新闻，对不对？跟你讲说延国是109回确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则报道，可能一天哦，就有109则这个我们讲的起降的确认。然后呢，市民哦陈情打1999市民专线哦，有90，而且还写苦情。而且你看哦，为什么今天媒体要一直报道？因为这时隔25年，
之前是25年前做这件事情，25年后特别做了在延国基地日美的合作，代表它整个战备的升级哦，跟原本的从不一样了。对，为什么？因为你训练战机起降很显而易见，你就是要发动攻击。对，等于就是说，他要发动攻势的状况下，我对你中国没有再容忍了，我也不会再防守了。所以这个我们讲触地复飞呢 ，touch and go， 总共观测哦，来各位，我现在给你完整的数字。592次，你知道附近的居民，你知道那个嗡下来的音爆，嗡，然后又上去，大概101分贝了。所以你知道居民陈情的信哦，超过1000则。但没办法，你看很多人开始在抱怨说，忍了60年，但这一次太过分了，以前都没有这样。话都说不清楚，对话都被中断。可能我说，赵，今天晚上要吃轰什么？这很可怕。你看哦，他说上班的时候非常吵，而且上夜班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孩子睡觉还在吵，老人无法休息，等于是什么？从早到晚到半夜，甚至清晨就开始轰上去了。那严国有没有理你？来，严国市长说没有办法，不得不实施，代表说这个叫做军令如山，因为这是美国所要求的，跟美军对它相关的震慑力以及相关的区域控制具有高度的正相关联性。所以你知道吗？现在的美国跟日本哦，还开始在联合演练，它所谓的陆上自卫队呢，现在直接跟美国海军陆战队对标。之前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说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在提升它的等级了，已经变成师旅了，现在真的开始在练习对标，就是所谓的坚毅之勇25。但你可以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它提供非常多的我们讲的全新形态的我们讲的战斗战力，比如说海马式火箭，这是最基本的哈，包括它的陆基型，以及呢，甚至它还提供所谓的海上机关枪。那我可以我们讲的肯定的直接跟各位讲，这两个东西哦，它所对标的对象呢，就是什么？就是中国的下水饺政策，也就是中国你的无限制潜艇政策呢，我们要利用这个我们讲以小博大的不对称作战呢，甚至是我们讲的包括相关的飞弹，甚至无人机呢，甚至以及我们这些我们讲的防卫的导弹系统，其中最关键的在这边。我们之前一直跟各位介绍叫 Nemesis， 所谓的防舰的，以及我们防空的叫做 Melis， 这两个系统呢，它现在多了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什么呢？无人版本，无人 Nemesis， 等于就是说它自动的利用 AI 呢去感测侦测，只要呢有相关的战情变化，它就会及时的反应，甚至你可以启动所谓的即时的我们讲的发动攻击，甚至反制的作为。所以这个火力展示呢，包括它12式的这种陆基的反舰飞弹，对，它一直在跟你讲一件事情。对于你中国的这种包围网，我们已经准备好，而且它有所谓的强烈态度要进行攻击。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延国基地，它把提风真的也部署下去了。包括美国阿兵哥有没有看到？跟日本海军陆战队后面呢摆好他的飞弹车，踩地家咖喱款。他在跟你讲一个概念，我不是只要守而已，因为它有标6，提风还有什么？还有战斧。而标6跟战斧呢，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600公尺。对，他在跟你讲一件事情，习近平 ，I'm watching you。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看，这个高式扫描，它只是代表一面旗帜，而这面旗帜呢，就是日本呢不再是过去我们讲的沉睡几十年的这个日本，而是呢要跟美国携手共进，面对中国呢绝不手软，露出獠牙日本。不是，我刚刚提到高式扫描出来之后，川普说战，日本股市冲了起来。结果中国吓死了，直接讲什么？他是魔真人，因为高市从以前到现在，真的就是右派，真的就是什么往中国的这个地方往他死里打的。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是秉持着安倍晋三一个路线哦，所以呢，他可以说是安倍晋三手把手所调教出来的女弟子。对，所以在国防跟外交上有几件事情是目前为止可以预期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他会寻求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样的一个模式。对，所以换句话说，他已经在选前，他就说他会把台湾这个议题，就会讲清楚。这个台湾深化台湾跟日本之间的交流，你像画面看到，就是之前他也曾经来拜会过我们的赖总统这个部分。第二件事情，大家在预期哦，他就是会去推动相关的一个日本和平宪法的修宪。我们都知道，安倍晋三其实他在刺杀身亡的时候，当时他就是在进行一个演讲，什么演讲呢？就是日本要进行修宪，他上来之后，可能就真的会去推动这些事哦。你看那个高市早苗，他在接受之前上电视的时候，他讲什么？中国人家有这个国家情报法，对，这个国家情报法是只要中国的任何的一个国民，我不管你在中国本地还是在其他世界各国，只要有一些国家需要你配合的时候，你全部都要配合，即使在日本的中国人也应该要如此。还有第二个叫有国家动员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中国人如果在我日本这边，你有很多的企业，你有很多的资产，哇，那如果真的有一些战争情况的时候，
后，会不会这个他们中国军方就把这些据点当成是军事据点使用？哎，哇，你如果是在日本的中国人，你听到现在的新首相在电视上曾经发表过这些谈论，你也看不能修不？我觉得他最后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必须要把它视为一个完全异质的国家。”对，反华大将啊，反华，因为他就直接讲，他说，所以美国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跟美国一样是民主国家，所以你从这些言论呢，他后来就后来陆续他又接受采访，他又讲到什么？他支持日本政府应该有修宪，然后要有一个国家情报局哦。除了国家情报局之外，他说我们日本事实上要加强所谓的保密防谍这样的工作。对，所以现在大家会认为哦，他这个是安倍晋三的头号女弟子，现在变成是日本140年来首位的女首相，而且是反华第一大将。在这种看起来哦，真的感觉起来，这个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应该会有一个跟之前石破茂比较不同的一个转变。你看哦，甚至有人去讲什么，你用 AI 的软体，然后你去讲高市早苗如何看待日本的侵略史。结果竟然找到一个，你知道他讲说不知道真的还假的他说高市早苗曾经认为说，哎呀，这个侵略其他国家是为了自保。哎，这不是攻击人家攻 K， 这个讲起来，这是高市早苗他当时要选的时候，他用的 AI 哦，结果他 AI 也是这样讲。所以中国人看到，你玩真的，连你的 AI 也这样子，所以就换句话说，这高市早苗出来哦，这个看起来是反中强硬派，而且是非常阴的鹰派。好，那现在大家会讨论到，除了因为她是安倍晋三的女弟子，然后享有所谓的安倍晋三的政治资产或遗产之外，到底谁是她的照后者？其实照理说，这一次选举，人家会觉得这个小泉啊，应该是胜券在握，就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被高市感觉像是黑马，就夺得先机哦。主要关键就是麻生。你看麻生当时高市早苗当选的时候是笑脸的，当时石破茂获胜时的时候表情，日本人也完全不想演的，差太多了吧？是啊，这个没有办法喜滋滋从内心里面那个就是愉悦起来。差太多了啦。是，那这也是为什么人家叫他是造后者，尤其你现在看出来右边这个部分现在可以说是高市早苗周遭几乎全部都是麻生太郎的人好，那你刚刚提到那个点，对不对？你看，本来呢，大家我刚刚提到就是高市早苗感觉上他在声势上是比较弱一点，那个小泉这个他的声势比较强，但是你知道麻生太郎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麻生太郎心想，高市早苗后面只有我一个人在挺他，就是比较主力的，所以他就会认为说，如果我去挺高市早苗的话，搞不好高市早苗会跟我共享他的首相的一个所谓的提名权。果然不错，没错，你看哦，现在已经公布出来的这相关的高市早苗的所谓的内阁人士，你有看到干事长铃木俊一？铃木俊一是什么？他的爸爸叫做铃木善信，铃木善信也是前首相。那呢，这个铃木俊一的他的姐姐就是嫁给了这个麻生太郎啊。所以那鬼给黑啊，你知道不？就是一家人。然后呢，再包括还有谁啊？什么总务会长啊？那副总裁麻生太郎，那不用说，那当然是挺自己。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也是麻生派。麻生派。对，在这样看起来的话，未来高市早苗的一个内阁里面看起来是麻生太郎说的算哦。所以等于是麻生太郎85岁了，结果他这次推了高市一把上去。结果你看到这个人都是麻生派的，对，85岁的麻生，他又回来了，是，所以才会有人讲说这个麻生很厉害哦，这是日本第一测试哦，难怪哦，就透过这样，你知道其实他是怎么弄吗？就是本来已经很多人要去投给小泉了，他就故意哦，就是拉高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名不见经传的，等于是那一个人把小泉的一个票给分走了，所以到最后才会变成是这个高市早苗，难怪他笑得这么开心，他成功了，策略成功啊，所以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厉害。你看上一次石破茂当那个他脸那么臭死啊！心想说你什么咖，我什么咖，你怎么不是？由此可见，对日本来讲，交易或者是说运筹帷幄怎么样才是为他自己？其实人家都会认为说，你都已经80几岁，感觉上你的政治生涯应该也没有多久了。没有想到那个姜还是老的辣，他光是用这一招的一个情况之下，帮自己的一个政治生涯再续命。好，现在回到那个谁啊，那个小泉。
林老北是前首相，你怎么叫恩导？你们又是政治别忘了世家，小泉一开始他的声势是很高的，是结果没想到高市就把他 KO 掉了。其实不能怪别人，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小泉进次郎要怪自己。他的一个失言语录，你看一下，人家就是无脑到极点啊！哇，这冰块真冰啊！不然呢？不然冰块要很热。拿着冰块，对，他说这个冰块真冰啊。对，然后他好像要去一个岛，他说无人岛上的各位，这就快点故意，无人岛上怎么会有各位？那还有就一些从以前到现在，我和我哥哥的年纪差就一直没改变不然真的假的啦？这不知道，反正就有很多，我是不知道是不是黑他，但是很多的类似的语录，还有什么旧新闻的资讯都太老了。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我吓一跳，你看到什么？他说生日那一天吃了生日蛋糕，差不多是1年来第一次吧。生日不是1年1次吗？所以啊，就实在太荒谬。不知道说他是因为有些人紧张或者口不择言，或者是失言，但就是你这么俊俏的脸，你说真的假的？他说要看夜景的话，我强烈推荐晚上看，不然嘞？对呀，就是不然嘞，就是让人家觉得今天给，所以就有人网络上有人说什么，你要投票给小泉进次郎，你不如投给炭治郎啊，就是对，就炭治郎，鬼灭之刃的炭治郎，反正都是让人家觉得是很荒谬，就让人家觉得就说，这太荒谬了。虽然高市早苗的语录让人家觉得反华意味非常鲜明哦，但是再怎么样，把博安的增效尾到这个地步哦，那显见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进入了高市早苗啊，日本铁娘子肯定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面貌。瑞德哥，我们刚刚讲。中国现在怕的要死，为什么怕？如果你回到军国主义的话，他们眼中日本那个军国主义，他们当然怕啊。但是什么？中国说什么？我没在怕，你们在说什么东西？来，你看到这一张照片，我们过去看过一个电影叫《Top Gun》，捍卫战士，阿汤哥反着飞，有没有？飞到人家下面，就是在看人家多帅。中国说美国电影能够做到，中国我在现实我都可以做到，歼16反着飞。距离10到15米，我对标你的 F-22，这一张不是我们乱抓图的哦，这是官媒发的哦，他们做到了哦。对，没错，而且他们呢，除了有这个宣传之外，还做了动画，还有动画，动画就是说模拟它是怎么倒着飞的。那么赵和，请问一下，那么 Top Gun 你刚刚讲 Top Gun 不是汤姆克鲁斯所主演的《捍卫战士》嘛？对。那么他电影里面最有名的一段桥段就是他飞到敌方的军机的上面呢，然后倒过来，然后呢，就倒着看对方嘛。对。然后把对方的飞行员看了一下，都觉得很奇怪。请问一下，捍卫战士他所使用的飞机是什么飞机？是 F-14，是最老旧的熊猫战机呀。那已经是30-40年以前的老电影跟老飞机了，不是吗？对。那我请问一下，那既然是30-40年前的老飞机跟老电影，为什么30-40年后你飞歼16的这个飞行员会觉得自己 number one， 自己觉得很棒？而且他还加一句：我同时锁定了2架敌机，这么厉害，厉害啊，厉害！我跟你讲，我个人都非常的佩服你啊，在打嘴炮世界一流啊。那么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事实上是指去年呐，在南海这个地方呢，他们发现那么2架美国的逆中战机呢，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是 F-22还是 F-35不知道。所谓 F-22是他们自己中国人自己这个等于说啊，那么自己也那个去敲出来说有没有可能是 F-22啦？反正是逆中战机，他说因为2架逆中战机呢飞过来了以后呢，他就歼16呢就飞过去，迎敌痛击啊，就是要把对方赶走就对了，要把他驱离就对了啊。那驱离的过程当中，他说啊，因为对方这2架的这个等于说逆中战机啊，非常不客气，非常没有礼貌，然后呢冲着他们的战机呢。歼16呢飞过来艺术的功啊，完全我不会改动作，不会信道，没把它当做一回事就对了。所以后来他就非常生气，他就来了一个那么大回转，大回转什么意思啊？各位电影里面常看到啊，就直接飞了以后，砰就让真的回转，绕上来以后反转。这种动作事实上，飞行员啊，这种动作飞行员啊，那么大概中等程度以上的每个都会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他重点不在这儿。重点飞过来以后，倒飞了以后呢，他飞到对方的逆中战机的上面然后呢，隔着大概听说他自己形容大概是10公尺左右，
10公尺，我的这个驾驶舱呢，看着你的驾驶舱，因为都是透明的嘛，都是透明的嘛，然后就看着瞪视了对方，凝视了对方，这样的警告到，用他凶狠的眼神警告对方，赶快离开我祖国的怀抱啊，赶快离开我祖国的这个等于空域，同时锁定了2架战机。所以这一名驾驶员就是这一个他还受访，他受访说。他另一架飞机强行的脱离空战圈过来锁定我，当时我顺势就把我的飞机拉了起来，做一个铜棍，就是在他的顶上倒飞。当时和他的座舱盖10到15米，他还真的受访了。我因为听到他一再强调他说他同时还锁定这2架战机，艺术的是讲他如果要干掉他一架就可以干掉这2架逆中战机是没有问题的，太厉害了，歼16太厉害了，对不对超过你这个什么5代战机逆中战机啦。然后最后呢，他决定棒一刷就是这样，把他走了，棒一刷，把他驱逐出境我跟你讲，这个已经激进到神话。我们讲坦白的。对面对方中国对不对花了那么多钱，贪污了那么多军费，所以呢，他研究出这么多的武器要比台湾好，这是应该的嘛。但是呢，你要去拿美国的 F-35和 F-22比，你还差一截了。我想坦白的，你的歼16，我讲真的，你也不是 F-16V 全新 F-16V 66架的对手嘛。但问题是，不管他就把它神化，他就讲他歼16厉害好到什么程度。最后这2架美国战机落荒而逃。后面还有一句话。从此，这种机型的战机不敢再出现我们这个空域里面了。哇，厉害吧？吓都吓死了！天，它一反转，一翻滚，对不对我的天哪，吓死这些美军的这个飞行员我个人看了他的这个近乎，已经到了这个有点像《山海经》里面的故事那种神话趋近于《西游记》这种神话的故事叙述了以后，我个人是有一些怀疑为什么呢？记不记得巴基斯坦跟印度的空战？对，飞上来了以后呢，那因为呢，巴基斯坦呢，因为他自己一条边从这个空中预警机一直到地面的雷达站到飞机全部结合在一起，甚至于连这个霹雳15相关中共卖给他们的这个飞弹呢，防空飞那个空对空飞弹呢，全部一体嘛，所以他一条边指挥，所以呢，飞弹打出去，把这个印度的飞机给打掉，对不对？可是从头到尾在这场空战里面。真正的实战里面，印度的飞机跟巴基斯坦的飞机两边都没有看到彼此的飞机，为什么？因为隔了100多公里嘛，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嘛，雷达看到以后就发射霹雳15，啪的就射出去了嘛，就把对方给击落了嘛。所以呢，历经了30-40年的 Top Gun 的这个电影了以后呢，没想到今天还有中共的歼16的飞行员拿这个他倒飞以后呢，是如何吓走这个美军的相关的逆中战机，在这边夸夸其词，那么大言不惭的高谈因为他的这个等于说自己本身那么超乎寻常飞行员的特技，所以他的特技表演吓跑了，不管是 F-22，吓跑了，不管是 F-35你在讲的事实上不是真正的空战，你在讲的其实是神话故事。玉凤，我们刚刚特别提现在中国担心的是外面有川普，而且日本又选了高市扫描上来，对日本来说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很担心的。除了这种外交上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谈中国的经济出大问题了。但是中国说什么？你们乱讲，根本没有。为什么？11连假的时候，中国官方连发了7篇文，这7篇文跟大家讲非常明白。譬如说，好来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内在逻辑，还有什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蕴含的重大机遇，连发7篇再跟大家讲，别担心啦，别担心啦。结果就一件事情，直接打脸他们。你看到在海南的商场，只是办一个什么天降红包好开心领红包，结果竟然这么多人抢到怎么样？都受伤了。对，这个地方在哪里？在海南的三亚，然后呢一个商场，你知道吗？办了一个活动，天降红包雨，结果你知道吗？非常的可怕，全部的人统一砰！当这个红包雨下来的时候，全部往前挤，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发生踩踏事件。我不知道为什么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没有把那个入场人数给控制好。你看红包雨这么多人抢，这个人群就像什么？像海浪一样，然后呢造成人员的受伤。然后其中有一个妈妈讲说：“你看前面的人把我压住，导致我后面的人也被压住，还有很多小孩也被压住，周围的人不停的抢红包。”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抢到的是他们讲的红包，那也就算了。对，你知道吗？他讲的有 iPhone 17 Pro，很好有 Apple Watch，然后呢电影票、购物卡、奶茶券，结果他们抢到的都是一张红纸。
红纸就是什么都没有换一个心情的一个喜乐啊，烂就是这样死了子。然后呢，真正抢到礼物的人是少之又少。可是你就看出来，因为大陆经济状况的一个困窘，所以这种活动以前你叫我去，我可能懒得去，我还要去那个地方，然后呢还要消费，还要抢红包。现在你看到这个，你不觉得这很像是奇特的一个景象吗？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受伤之后有没有？还没有拿到礼物，大部分都没有拿到礼物，那就让他觉得说，那你大陆的经济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另外来讲的话，很多报复性旅游出现了。那个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 COVID-19 的时候呢？大家都关在家里面嘛，都不能出去。然后呢，报复性旅游是什么？把我们的6星级饭店的早餐吃爆，然后呢住房住满。没有，他们这一次国庆假期。结果也是报复性旅游，但这一次是真的物理性报复啊！他们说过去来讲的话，如果酒店民宿在这个时候黄金周，赚钱了，要回血了。我至少我把以前的一些住房率拉升一点点，或者是我把这个价钱拉高一点点。他说现在都没有用了，住房率几乎是整个下来，然后呢，你再怎么涨价也没有用，因为呢没有人住，你涨有什么用？他们怎么住呢？他们叫做什么？穷游新疆。但这些地方不是新疆他就是说以前你去新疆很困苦嘛，你要用帐篷啊什么的，没有，去哪里全部都是怎么样？直接在停车场露营，然后呢，我们看错，在停车场，他不是停的车，他是停的是露营，对啊，帐篷。然后呢，到新疆旅游也住帐篷，然后呢，在南京的话也是整个人行道都挤满了帐篷，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就不去住你酒店，我就不去住你民宿，反正呢，我出门是要开车没错嘛，我开着我的新能源车，然后到战场之后呢，打下去，帐篷就打开了。那你就说嘛，食衣住行，那你住帐篷，那你总是要去餐厅吃点饭吧？对。吃的东西我就告诉你上半年的钱给花出去，这个穷游吃泡面，然后呢到景区、到风景区你好意思吗？说实在的，你多少跟人家高官一点嘛？没有，反正泡面拿出来，拿个热水瓶，也是吃泡面。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还有一点刺激一点点的消费。最厉害的是节能减碳，我车也不开，我也不需要买电动车，我觉得怎么样？我就不消费，然后呢，我不开车，我是骑单车出游，这个就是他们现在最强大的一个消费力。反正我就是把消费压到最低，对，要出门去玩，我出门去玩，但是呢，我把消费用到最低。骑车出游，对，他说以前穷游会觉得很困窘。但现在没有，现在你看这些小红书啊，这些抖音的短影音里面的话，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穷游，因为他觉得这是新的时尚，我们要把荷包看紧，不要让这些酒店民宿赚到我们的钱，不要让这些景区的餐厅赚到我们的钱。但你说景区的餐厅也就算了，你知道吗？最近来讲的话，麦当劳已经被逼到受不了了。对，其实以前麦当劳在香港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宝乐巷啊，不管是在北京道那边的麦当劳，都有一些状况。什么状况呢？叫做卖难民。什么意思？很多人没地方去住，就去那边过夜。这是麦当劳里面直接被人家讲了歧视穷游客。他说什么？本餐厅将于国庆黄金周期间更改营业时间，10月1号到10月8号上午6点至凌晨2点。我后面不开了，我不让你来了。这是一个重点。为什么呢？原本它是24小时的，然后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呢，直到凌晨2点？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要把你怎么样赶出去嘛？不让你睡了，你就是不能过夜嘛。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也是烧起来了。就是如果大家都涌进来的话，第一个我们的负担可能会变大，第二个这些餐厅可能就不愿意开到24小时。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